今天准备一张60×80的纸，今天画一幅之前画过的这个构图，这个整个画面非常美，这个整个画面我自己都很喜欢。好，我们开始，我们就之前画这些的时候都是有这个真的花作为样板，但是我们现在重复的画以前的作品，我们就直接对照着这个作品来画就好了。自己临摹自己的作品，看一下这一次画会有什么不同的这种效果，是否画的一样，或者是没有这个好看，也许比这个好看，我也不知道，要画了才知道。好，我们先把这个中线找到，我们就知道这个花安排在那里。我们先直接画下来吧。这样子你们就比较好知道这个花在哪里。我们今天这朵花大概画在这个位置啊，主花画在这个位置，然后这里有叶子，还有这里还会有一朵啊，这上面还有一朵。然后这个是有一个比较方形的这个山石，好，这里叶子，很多叶子啊，这里很多叶子，这一块是山石，这里会有一只鸟，我们以前画的是一只鸟，今天也可以画2只鸟，待会儿看。然后这里会画一些竹子啊，画了几片竹子。大概一个构图是这样子，我们主花就在这里啊，主花在这个位置，在这个左边中下靠左的这个位置。我们首先我们分解一下，我们这朵花它是一朵2乔的啊，是一朵这个它基本上成一朵圆形的，然后它的花是朝这个左上，然后花心基本上在这个上面这一部分，它会成这样子的一个形态啊，可以成这样子的一个碗形，大概因为它有一点点侧面，然后这个花的这个正托的这个地方是这样子往上，然后这边往这边，这个是花瓣的一个走向。我们先把这个花瓣的这个走向找到，像这样子的。大概花瓣你按照这个走向去画，然后这个下面的往下面，两边的往两边。好，你们明白吗？这样子的一个图你们看得明白吗？就是这是一个花瓣的一个走向，那我们按照这个花瓣的走向，像这个正面背对我们的，那就是一个正面背对我们的一个正瓣，那侧面这样过去就是一个侧瓣啊，那上面的直节那就是比较小的那些侧瓣啊，正反瓣的这种比较窄一些的那种花瓣来组成，那下面的这些展开的这些花瓣，它也是有大的有小的，就是比较大一些的花瓣，明白吗？这样子，这是这朵花的这个花型的一个走向。好，我们来分解一下这个花瓣特征哈，花瓣的特征，它是一个常规型的，像2乔它一般是常规型的，常规型的我们要讲究。不用说有这个1层2层的这种去分析，我们就讲它的一个大关系。大关系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大关系。花瓣要有大有小，然后颜色要有深有浅，物象要有虚有实。每一朵不管是一幅作品还是一朵花，我们都要有虚有实。颜色都要有深有浅，还有这个衣服作品里面有大的组合小的组合，这些我们都这些关系一定要注意，还有这个颜色。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用什么颜色啊？银色底色还是这个太白加三绿？太白加三绿。这个底色还是太白加三绿。然后第二个我们用什么？这朵花之前用的是牡丹红、曙红，我一看应该是牡丹红、曙红、胭脂。好久没有用牡丹红了，我们都是用的这个玫瑰红、牡丹红、曙红，用这个非常普通的颜色，但是要把它画漂亮来。牡丹红、曙红、胭脂。这三绿太多了哦，弄一点出来，弄一点出来。这也太多了一点吧？太白加三绿，我们的底色太白加三绿，底色太白加三绿。太白，哇，一下子都很多。好，我们加水来调和。好，把这个颜色调均匀了啊，一定要调均匀，一定要调均匀。我要看一下这个会不会太干啦、太湿啦。在我们画的时候，我们是要注意要把这个笔上的这个多余的水分要刮掉啊，这样子刮掉，不要让这个笔上太多的水分，太多了你们可能就掌握不好。好。再调我们今天花要用的颜色，牡丹红、曙红、胭脂。我们先来分解一下这个花瓣。我们首先把这个牡丹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均匀的调啊。
首先我们分解这个花瓣的时候，我们就不管是这个二乔的深的部分还是浅的部分，我们就统筹的这样子画。待会儿我们画的时候再细致讲哪一些是深的部分，哪一些是浅的部分。深的部分我们调多少，浅的部分我们调多少，好不好？调了牡丹红之后，笔尖调一点点这个曙红，然后就可以开始画这个花瓣了。可以开始画花瓣。我们画这种常规型的花瓣啊，就像这一朵，你看这一朵的话，这朵花我们是一个朝这个左上的，那我们就画一个左上的那个反瓣啊，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那一笔、两笔、三笔，我们这样子三笔画一个这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像这种花瓣就是3笔画成，一般是3笔画成，你可以4笔啊，也可以5笔都没关系，你旁边可以画一些小的这种花瓣，这样子会更加好看，更加灵动。像这样子啊，这个花瓣你要两边不要太对称，不要太圆，整体这个花不要太圆，我们要有这个缺口不一样大的。你看我整体来下来，你看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缺口，它不是说两边有对称，或者是整个花型太圆，这个太圆了它就不好看，所以我们画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这个是背面朝我们的一个反瓣。好，调色的时候先调牡丹红，调到笔的1/2，笔尖再沾一点这个曙红。好，这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那我们这些反瓣你可以也有一些这种比较窄一点的啊，比较窄一点的也是一样，也可以几笔组成这种啊，就是假如说这边再画一层，那我们可以画窄一点的，让它这个层次去叠起来。我们叠这个层次的时候，不要把这个层次都叠的一样的，就是我们画的时候避免画一样的，避免2个花瓣同样的大，就是最好不要超过3个啊，2个差不多还行。但是如果说你一幅作品里面你超过3个花瓣是一样大一样的，那你这一朵花就比较就是没那么好看了。好，我们继续啊，像这种是背面朝我们的这种反瓣，那像这两边两侧，你看这花瓣朝上的这两侧的我们就是画这个侧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那侧面朝我们的反瓣我们怎么画？这样子一笔按下去，然后提起来，然后再按下去，再提起来，然后后面再拖一笔。这样子就是一个侧面朝我们的反瓣。我们可以3笔把它画完，也可以直接1笔把它画完。1笔画完你们怎么画？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慢动作啊，就是这样子啊，点下去，轻轻的按下去，提起来一点，再按下去，再提起来一点，再往后拖一点，这样子就可以了。这样子1笔就画出一个侧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好，继续调色。我们画这个小写意牡丹啊，就是调色非常重要，一定要就是你不要怕浪费时间去调色，这个调色本身就要花很多时间，因为颜色一定要调均匀了，画出来的东西它才好看。这个是朝这边的这个侧面朝我们的反瓣，那还有朝这一边的呢？也是一样画啊，按下去提起来，然后再重重的按下去，再提起来，再拖一下，这样子直接就出来了一个这个侧面朝我们的反瓣了。
好，侧面超模的反半多画几个啊。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再提起来，再往后拖一下，这样子就是画出这种它的这种几个这种花瓣的这个边缘都不一样大，要是有这种变化，不要画的太平均了，太平均了就不好看。然后画一些小的侧瓣啊。小侧瓣，那小的侧瓣我们可以，就是我们一直说画的时候可以带一点点勾，那么带一点勾，它会显得更加灵动一点。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拖一下。其实这个小的这个侧瓣跟这个大的侧瓣是一样的画，只是说我们这个画的大的侧瓣，我们的笔更加这样子斜多一点，就是倒下去一点。然后画这个小的呢，我们笔就提起来一点。让这个花瓣就画的窄一点，也是一样，按下去提起来，再按下去，再提起来，再拖一下，是跟这个大的这个侧瓣是一样的画。那现在我们这个笔上这个水分没有了，我们加一点水分。好，我们这样子带一下钩，按下去提起来，然后再按下去，再提起来，往后拖一下，往后拖一下，这样子就是一个侧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其实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碎瓣啊，就是我们有一些地方我们直接会加一些这个小的碎瓣，小的碎瓣我们就这样子去点它，点出这种大小不一样的这种小花瓣。有些地方需要加一个花瓣，有一些空的地方需要加一点花瓣，我们就加一个小碎瓣上去。我们现在没有底色了，我们加一个底色，没有底色了，加一点底色，这样子用这个笔肚用这个笔肚去沾这个底色，不要沾太多。如果你沾太多，你要在旁边的这个废纸上沾掉一点点，不要那个水分太多了，大家可能掌控不好。好，我们还是调色，我们来画一个小的组合，正反瓣的组合。好，我们来画一个组合啊，画一个正反瓣的组合。那先画组合，不管画这个花，一朵花正反瓣的组合，我们先都是画这个反瓣。我们先画这个反瓣，反瓣有大小，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又提起来。那这个反瓣我们多画几个。那很小的，我们画这个反瓣的时候要讲究这个大小的组合和这个形态姿态的这个组合。你看，要有大有小，有长有短的，各种各样形状的啊。那这个反瓣我们还可以叠加，让它感觉有一种这个反瓣里面叠加起来这种感觉。好，我们也可以正面的朝这个方向的啊，朝这个方向的，朝各种方向。
调色一定要有耐心，多花时间去调色。我们现在是画组合，我们先要多画一些这种反半，多画一些这个反半，把这些反半都画了之后，我们来画这个正半。好，这个反半我们就画这么多。我们画这花的时候也是一样，先画这所有的反半来定出这个花的这个位置啊，定出花的这个大的形状，然后我们再去加正半。好，我们现在加正半，的时候我们颜色就要多调一点，就把颜色调的稍微深一点啊。就是加正半的时候，你基本上这个颜色可以调到这个笔的2/3的地方都可以的，都没问题。要大胆一点，把颜色调深一点。就是我们有很多家人说，看到我画的颜色特别鲜艳，他们画出来就是这个正反半颜色是一样的，就是不够鲜艳，颜色不够亮，那是因为你们颜色占少了。就是要多蘸这个颜色啊，多调这个颜色。你看一下，我这个笔上一直在调这个颜色啊，调多一点颜色。好，然后笔尖上调这个曙红，然后我们要调一丁点这个胭脂哦。画这个正半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丁点胭脂。好，我们画正半的时候怎么画？看清楚哦，我们画这个正半的时候，就从这个缺口。就是这个缺口，这个正反半之间的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反笔，你看现在笔是这样反着，前面这两个反半笔是不是往这边像这样子画的？笔尖朝左，笔肚朝右，画的这个反半是吧？那我们加这个正半的时候，我们笔要反过来，你知道吗？要反过来，从这个最深的地方，这两个花瓣最深的这个缺口，这样子反笔来补这个反半啊，这样子补出来。那直接可以补大一点啊，直接可以补一个花瓣，像这里再加一点点这个缺口啊，有的时候你也可以补一个里面补两个，那然后笔尖再加一点颜色，我们笔尖要不停的补充颜色。你如果这一半你画了之后你没有补充颜色，你再画下一个，你就分不出来这种笔的这个深浅的这种变化。然后这里也是一样的，反笔来啊。就是有些家人不明白怎么是反笔，现在明白吗？怎么是反笔？因为这两个反半都是这样子画的，朝这个方向，那我们现在这两个反半之间的这个缺口就反过来画，知道吗？反过来从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这样子画过来，好吧？我们这里面可以加两个，加一层小的，然后从这里再来加一层，这样子再来一层啊，让它多一个层次感，这个笔尖不够深，那笔尖要有深的才能分出这两层的这种层次感，是不是？所以说笔尖要不停的加这个深的颜色。好，这两个反半是对着的，是吧？这两个反半是对着的，我们直接这样子去加进去就好了。好，这两个对着，我们直接这样子加上去就好了，可以了。好，我们继续加，像这个缺口我们直接加上，不管它是正的还是反的花瓣，我们直接这样子加上花瓣就好了。直接这样子加上去，我们也可以加出来，加出来都可以，让它长一点或者短一点都可以啊。然后现在我们画正半的时候，你想让这个正半的颜色更深，就意思说我们画的二乔深色的那一部分，你想的很深，你可以加水多调点颜色。你不想它那么深，你还是想让它的颜色有这种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色，那么你们就可以还是加这个底色。加底色还有加水，就是你们自己的主观意识，用你们自己的主观意识去考虑，不一定说一定要按照我这样子，我加水，我这一笔加水，你一定得加水，我这一笔加底色，你一定加底色，所以要看你自己想把这个花画成什么样子，知道吗？明白吗？要灵活的运用，不能说一笔一笔的照我一模一样的去做，好不好？
加了底色之后，我们继续调色，把这个牡丹红均匀的调开，调到笔的。有些也问究竟是什么时候调到1/2，什么时候调到2/3？其实调这个正半的时候，你画这个花瓣它比较短比较小的时候，你就调到1/2；你画那个花瓣最后的花瓣比较大的时候，那你因为你画花瓣大，你可能要画到笔肚这里的时候，那你就要调到2/3，就看那个花瓣的大小，明白吗？看花瓣的大小，不是说什么时候规定什么时候调就什么时候调，是要看花瓣的，好不好？然后调一点这个曙红，笔颜色一定要调均匀，让这个颜色均匀的由深到浅的一个过渡哦。当你看一下这个颜色没有调匀的时候，你就要再调一下，一定要让它颜色均匀，好不好？好，继续添加这个花瓣，我们把这个花瓣加一下。你看这个缺口比较大，我们加1个也可以，加2个也可以，从这个最深的地方加进去。那这里再加一笔，这样子加这个正半啊，补充里面的正半。像这个2个都是朝一个方向，以这个比较长，那我们直接在这里加上一个正半，这样子加，不一定说每一个都是那样子加哈。像这个反半它是很短，那我们要突出这一个，让它这个花瓣是不是就完整的一个正一个反？好，这些缺口。好，这样子加上去。好，把这个最根部我们用最深的颜色，用胭脂把最根部的这个小缺口也把它补充一下，这样子补充这个缺口之后，这个才更加有层次。好，这个就是一个小的组合，就是正反半的组合。现在大家看清楚了没有？正反半的组合大家看清楚没有？就是这个就是正反半的组合。让我再画一个大的花瓣。那你画大花瓣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颜色调到笔的2/3的地方了，然后每一种颜色调一点，然后你画这个大花瓣，你可以直接这么去滚。那你画大花瓣的笔要倒下来，所以你的颜色要调的上一点，这样子去滚哈。这种大花瓣。那我们现在开始画这个作品了啊。